居然有人說每個月收入5、6千、6、7千，你看我後邊，收入5、6千、6、7千，還扒拉一通的嘛，這會兒看見第二個的，這個地兒看見第二個的，還說超過這個國家，超過那個國家的，超過了這還扒拉一通嘛，忙一天還有气的扒拉一通的嘛。妹妹，你吃飯了沒有？大家不理你。哦，哎呀！隨着中國傳統新年的腳步臨近，經濟持續低迷，就業機會縮減，使得許多大城市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蕭條景象。截至2026年，北京市人口接近2300萬。然而，曾經人潮汹涌的商圈，如今卻顯得格外冷清。不少當地居民表示，當前生活負擔持續加重，謀生变得異常艱難，甚至連撿剩飯充飢的機會都沒有了。應該種個河，打想吃點飯，俺這活得超閒的。今年找着活，老板上徐州了，应該找不着活，有点难啊。俺想吃点飯，沒啥意思。你想吃早飯是吧？有民眾向海外媒體透露，以前垃圾桶裡什麼都有，撿飯都能吃飽，但現在不行了。一方面是大家消費變謹慎了，不再大手大腳的花錢了；另一方面是出來吃飯的人越來越少，因為沒人了，垃圾桶變少了，裡面也沒有什麼垃圾了。在北京，一家5口撿破爛真的很丟人嗎？看我們這半個月撿的，加上攒的，都快把窗戶堵滿了。今天有時間收拾一下，拉去賣，看看這一堆到底能賣多少錢。這裡有我們撿的，也有平時我爸媽和孩子出去遛彎撿回來的。自從我爸媽来北京以後，我們幾乎半個月就會賣一次廢品，每次都能賣10幾或者幾十塊錢。2個孩子一聽又能賣破爛了，特別積極的幫忙，因為每次賣的錢都歸他們自己去支配。不少朋友認為，這樣的做法可能會讓孩子在將來產生自卑心理。但博主認為，應該讓孩子盡早明白生活不容易，學會如何過日子。俗話說，窮人的孩子早當家，父母不可能陪伴孩子一輩子，只希望他們將來能自食其力。這一次，博主把家裡的廢品賣掉，一共換了25塊錢。滿滿一車破爛啊，咱看看能賣多少錢啊？就是这件，不是今天好多。这铁和纸板是一個價，就一起称了42斤。可樂罐重头戏120個，1毛錢一個。慢慢來啊，空車回，賣了多少錢？大家猜？博主說，一整車的破爛，最後只賣了37塊錢。他笑着自嘲，發財了。在北京撿垃圾已經12天了，賣了一次廢品賺了32.5。我之前還說了句，在北京撿垃圾能不能發財？哈哈，沒想到太難了，在大城市都要跟別人打交道的。本來打算做保潔的，要培訓4天沒有工資，培訓的地方又遠，就沒有去。昨晚撿垃圾的時候，撿了一個擋風被，還是加絨的，雖然開了個洞，但也不影響使用。正好我媽有個小電驢，天冷了可以用，又省了幾十塊錢，哈哈。大橙子。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。不要碰，发霉了。扒皮。这虾皮可以，密封包装的。2026年刚開始，我和老公就要面臨雙雙失業，老公公司要裁員的消息，一時真的挺讓人不知所措的。生活還是要繼續，我們只能一步步往前走。我已經3天沒有開張了，你們沒有聽錯，就是3天。星期5、星期6，今天是星期天，現在是6點鐘了，我到現在還是沒有開張。
我知道今年的服装是特别的难，今年也有过没有开张的时候，但是3天没有开张，真的是第一次，这麼多年來第一次3天沒有開張的。在北京生活，每個月發了工資，第一件事就是交房租，第二件事就是交水電費。今天不是房東大姐提醒我交房租，我就又忘了，遲交1天從押金裡扣100。今年隔壁的鄰居，不管是做生意的還是打工的，都早早回家過年了，都說今年生意不好做，明年就不來了。每天起早貪黑的去工作，除去日常開銷和房租，也不剩下什麼錢了。像我每個月雷打不動的房租2200，日用品500，水電費200，電話費200，伙食費1500，這些基本生存都要4600了。博主說，在北京一邊要面對生活的壓力，一邊還要克制內心的慾望，不能超前消費。在這個城市似乎沒有慢下來這個選項，房租賬單天天追着你跑，只要稍微停下來喘口氣，就可能被遠遠甩在後頭。北京是一座稍不努力就會被迫離開的城市，即便如此，博主仍表示自己願意留在這裡，因為有些夢想需要借助這個城市才能實現。為什麼我們寧願在北京過得緊巴巴的，也不願回老家？這就是我的答案。我們一家3口在北京已經10多年了，我和老公每月2萬多。在北京我們沒房沒戶口，現在住的房子也是租來的。收入雖然在這邊不算高，但除去房租，日常開銷每個月也能存下9000塊。如果回老家，掙的可能都沒有現在存的多。雖然我們在北京工作壓力很大，但這個城市包容性很強，在這裡沒有人會注意到你，也沒有人會對你的生活指手畫腳。博主說，在北京有很多人和他們一樣，住在出租屋裡，每天擠着公交和地鐵，同樣背井離鄉，也為了多掙一點錢，讓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。而他的老家城市規模很小，似乎一眼就能看到盡頭，薪資水平也偏低，即便是有編制或者事業單位工作，月收入也只有3-4千塊錢。不過留在老家能夠陪伴父母，說到底，無論在哪裡生活都各有利弊。博主李大樂花了800塊錢，在北京租了一間只有3平米的小房間。接下來，我們一起看看他的居住環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給大家全方位介紹一下我的3平米小窩。現在你看到的整個空間就是我家的所有了，這裡面的東西基本上就是我的所有東西。這個視角就是我躺着睡覺的視角。在這一面牆呢，我進行了一個非常簡單的裝飾，一幅畫，然後一個綠植。哦，那個綠植還是假的。然後這還有一個日曆。哦天吶，這個日曆竟然停留在了8月份。那麼上面這一排櫃子呢，就是我用來放衣服的地方。在門口和床的這個位置，我放了一個簡易的衣架，我平時要穿的衣服就是掛在上面就好了。在北京靠老公15000工資，房租4300，一家4口的真實生活是什麼樣子的呢？我跟你們說，今天這票買的我心都在滴血。我們跟其他家庭不一樣，從過彩禮到現在沒人管。我倆河南農村來的，沒人幫襯的2口子，前年添了龍鳳胎，直接從2人世界擠成4口小家庭。老公做教育，月薪15000，剛夠覆蓋房租、奶粉、尿不濕和生活費，月月光是常態。我全職帶2娃，日子過得精打細算。北京大降溫的周日，慪不過娃期盼的眼神，昨晚咬咬牙買了2張室內遊樂園的票，付款時心都在顫，心裡直嘀咕，這月又得勒緊褲腰帶。博主說，2個孩子一進遊樂園，眼睛立刻亮成了小星星，撒開腿到處跑跳，笑聲一路沒停過。看着這一幕，他覺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。孩子們玩累後，老公提前點好了外賣。看着一家人圍坐着開心的吃飯，他突然意識到，偶爾的偷懶真能治癒平常精打細算帶來的疲憊。雖然生活並不富裕，壓力也一直存在，但孩子的笑臉和家人的陪伴，讓他真切感受到生活的煙火氣。這就是我們96小夫妻在北漂5環外15平出租屋裡的真實生活，也是咱咬牙北漂的真正緣由。今年是我們北漂的第8個年頭，靠着每月1萬多的收入，把小日子過得精打細算。周末總算卸下打工的疲憊，轉身扎進這個不大卻溫暖的小窩。外頭北京早已零下5、6度，大風颳得呼呼響。今兒沒出門買菜，線上訂了條鱸魚，準備挑戰人生第一次做魚，再炒個清爽的白菜豆腐，2個簡單的家常菜足夠慰藉我倆。
博主说，她和老公都在互联网工作，工资也就1万多点儿。为了省下每天的10塊交通費，不管刮風下雨，她都騎着小電車上班。老公小吳新換的工作比較遠，為了省些房租，他倆還堅持住在5環外的城中村。如今孩子在老家，婆婆給帶着。她和老公一到周五下班就拎起背包往家趕，跨越700多公里回家，只為抱抱孩子，看看他一周的變化，聽他喊一句爸媽。他坦言，他們沒有亮眼的學歷，也沒有過硬的背景，賺不了什麼大錢，只能比別人多吃點苦。好在還年輕，身體也扛得住，多掙1分是1分，總比什麼都沒有強。這正是支撐他們繼續北漂的動力。到了還房貸的日子，每月還4500的房貸。我87年39歲，北漂15年沒結婚。從互聯網行業轉行後，每月工資4500，現在一天打2份工。前幾天剛交完供暖費，上個月吃飯的開銷是500左右。我現在晚上6點下班後兼職跑外賣，今天跑了3個小時，賺了27元。到家已經9點多了，每天都是自己做飯。總有人說我的生活過得太精打細算了，但對於普通的我來說，努力把日子過好。雖然現在不在父母身邊，也想靠自己的努力給他們一個幸福的晚年，就是最踏實的幸福。90後天水姑娘北漂的打工生活，現在最慘的不是沒有錢，而是對錢沒有概念。我每天下班堅持自己做飯，除了偶爾和朋友出去吃一頓，幾乎都是自己在家做。今天做一個手擀麵，好久沒有自己動手擀麵了。如果不了解我不認識我的人，肯定不相信。我沒有亂七八糟的社交，沒有那麼多的朋友，每天2點一線，下班只想回到這出租屋做飯，收拾屋子，喜歡每天把屋子打掃收拾得乾乾淨淨的。有時候想想，其實心就跟屋子一樣，也需要定期的打掃一下。博主潘麗和老公在北京朝陽打工，他們都在超市幹活。潘麗是收銀員，每月工資6000左右。老公在酒水區理貨，一個月6、7千，兩人工資加起來也就13000上下。更糟的是，最近他們還同時遭遇了降薪。從接到降薪通知，日常開銷我們已經壓到極致了，就2000塊。中午上班全是自己帶飯，無效社交早停了，逛街聚餐更是沒影的事兒。這2天因為要不要離開北京，我跟安安爸大吵了一架。降薪後他就總說這點收入根本撐不起日常開銷，沒必要再硬扛了。其實我也翻來覆去想過，我們倆沒學歷沒技術，就是最普通的打工人，真要是回了老家，又能找到啥像樣的活呢？可我心裡就是不甘，不想就這麼草草結束北漂，還想再堅持看看。姐妹們，你們覺得我還有堅持的必要嗎？真心想聽聽你們的意見。甘肅女生北漂，在北京1個月8500的工資，你們還願意留在北京嗎？我現在在一家花店上班，平均每個月到手8500塊，房租1400，住在6環邊上的城中村。在北京，我這樣的收入確實不多，但我知道很多人跟我一樣。對於我們這些在外上班的北漂人來說，房租應該是最大的開銷。我每個月的房租是1400，電費大概100多，剩下的錢除了生活費，每個月給自己買些東西，最後能存下的也是少之又少。博主說，他在北京過着精打細算的日子，每天一下班就回家做飯，想吃什麼就學着做什麼。除了必要的開銷，他能不花的就不花。每月8500塊的工資不至於餓着，但生活水平也好不到哪去。有時候他也想躺平，可在北京躺平只能想想，根本做不到。所以他只想踏踏實實的把工作做好，相信日子會一點點變好。90後夫妻在北京北漂的真實生活，像我們這種普通本科畢業的大學生，在北京每個月能存下多少錢呢？這也是我們真實的北漂生活，雖然並不能代表所有的北漂一族，但也是我們最真實的生活狀態。今天在家休息，早上起床先洗漱一下，雖然不上班，但是也早起來了。我媳婦兒也出門去上班了。今年是我們2個第1年一起在北京北漂工作，為的也是能夠多賺點錢，多存點錢。我從大學畢業就來北京工作了，也通過自己的努力，每年的薪資呢也在發生着變化。博主說，他媳婦現在固定工資每個月6000，平常也沒有業績壓力。他每個月工資底薪是6000，加上提成和獎金差不多要2萬多。
他們每個月把日常開銷控制在3000元左右。畢竟當前的大環境並不理想，盡量壓縮消費，多存一些錢，也能讓生活多幾分底氣和選擇的空間。他坦言，雖然自己是本科畢業，但在北京打拼，學歷並不是萬能的，真正重要的還是個人能力。只有不斷提升自己，才能在工作中更有競爭力。互聯網打工夫妻花光多年積蓄，23年趕在高位全款買房，如今我們過成什麼樣了？我和玉哥從17年碩士畢業後開始北漂，想在北京扎根的我們，一畢業就選擇了相對高薪但比較累的互聯網行業。為了能多攒點錢，我和玉哥一直過着消費降級的生活。直至搬進新家前，我們一直在跟別人合租。就這樣，我們慢慢有了一些存款。要不要拿這些存款買房？我和玉哥一開始的想法並不一致。博主說，玉哥一直認為，從長期來看，中國的房價大概率會下跌，與其買房，不如把錢用於理財。而他心裡始終有一個願望，就是能在北京擁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小家。為此，兩人沒少發生爭論。直到2022年底，他感染新冠，被合租室友當成過街老鼠。那段日子，他受盡委屈。也正是那時，他們終於下定決心買房。2023年年初，在綜合考慮價格、位置、戶型等因素後，他們花了500多萬在昌平買下了一套140多平的3居室。房子有了，但沉重的房貸也隨之而來。更糟糕的是，博主被裁员，一直沒找到合適的工作，家庭的擔子全壓在玉哥身上。看着老公每天早出晚歸的背影，她心裡滿是心疼。有時她也會想，如果當初沒買房，現在手裡握着幾百萬存款，是不是會更從容一些？可即便如此，她依然不後悔。她坦言，日子還在繼續，他們也會繼續努力，讓這個家越來越好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